老婆的堂姐家借了我几十万不还，害得我岳父无钱医治而亡。岳父去世后，他又大闹灵堂装孝子，要分拆迁款，吃绝户。我老婆经常会帮助家里的穷亲戚们，尤其是她堂姐陈宁。陈宁比我老婆大2岁，挺漂亮的，充满成熟女人的风情。第一次见面，她就各种讨好，夸我又年轻又帅气，是个事业有成的精英。老陈家这么多人，就丽丽你嫁得最好，给家里这帮穷亲戚们都羡慕坏了。陈宁这话给我夸的都有点不好意思，我不过是个打工仔。岳父在一边笑，让我和妻子往后帮衬着点。老婆痛快的应允，姐妹照应，应该的。陈宁眼珠子一转，说她儿子最近想要转学，得花不少钱，偏偏她老公投资又亏了。岳父神情严肃，说我们小两口只顾着忙事业，也不给她生个孙子。堂姐老公曹虎是入赘的，是他陈家唯一血脉了，让我们帮忙。岳父还是挺重男轻女的，特别喜欢这个侄孙。而且大伯当年开车带爸出差，出车祸去世了。岳父一直觉得愧疚。二叔、妹妹，还是你们对我好。陈宁笑得和朵花似的。岳父和老婆都是好面子的性格，被陈宁这么一顿夸奖后，更是不好拒绝。晚上人都走了以后，老婆和我说想给陈宁转20万。20万，我全部积蓄。我心下便是一慌，这钱是咱们买新房的首付钱，而且爸爸身体也不好，我们一点也不留。万一……我话还没说完，老婆便说现在岳父虽然查出了心脏病，但身体看上去还好，一时半会也用不到这20万。至于房子，晚点买也是一样。我很是不悦，老婆，咱们盼着住新房这么久了，眼看就快实现，我也不过是个旅游公司的中层，一个月也就万把块钱。那20万足足存了4、5年，为的就是置换个3室，好养小孩。岳父责怪我们不养小孩，但现实是这个50平的陋室，哪里有小孩住的地方？我不愿我的孩子跟着他父母受苦。我不同意，我态度很坚决，能帮我一定帮，但把咱们家底掏空去帮别人，这不行。家里还要留钱给爸爸治病，别听了别人几句好话就打肿脸充胖子。老婆听了我的话，立刻便是柳眉倒竖。她语气很不好地说我就是小气，没有一点亲情，不想借就明说，不用把岳父拿出来当挡箭牌。我小气，我没亲情，我都气笑了。平时逢年过节的，我给他家的亲戚送的礼还少吗？我真是气得手都有点抖。老婆也被我气到了，直接和我吵了起来。家里闹得动静太大，把睡着了的岳父都吵醒了。他披着大衣走出来，知道我们是为了借钱给陈宁吵架，便叹了口气：“女婿啊，我知道你也不容易，你想有自己的房子很久了。我那个厂子快拆迁了，到时候一拆就能有钱。我身子骨还硬朗，那点心脏病不算什么，还是先借给堂姐吧。”岳父苦口婆心地劝我。他在郊区有个倒闭了的小厂子，几百个平方，听说马上要拆迁了。平时闲置，但要是真拆迁的话，还能卖个高价。他老人家都这么说了，我还能有什么办法？我终于点了头，老婆飞快地把20万打给了陈宁，换来的就是谢谢2个字。陈宁都没说什么时候还，连借条都没打一个。我没想到的是，20万还不够。自从借了陈宁20万，他就成了我们家里的常客，3天2头就得过来跑一趟。每次登门，岳父都会嘱咐我们最高规格款待，我们跟他佣人似的。妹夫1个月挣1万多，真是人才。妹妹，我听说要拆迁了，你们马上就发了，真是光宗耀祖。在我们小地方，我这收入还可以了。每次在饭桌上聊天，陈宁的大拇指就没放下过。最开始的时候，我还有点受用，但渐渐我就发现了不对劲。3个月了，20万什么时候还？他提都没提。有好几次我银行卡都有大额支出，少的时候1、2千，多的时候3、5千。后来我看了老婆的微信账单，才知道是转给陈宁了。
原来陈宁不止一次地管老婆借钱，每次都有理由，偏偏老婆每次都不拒绝。但老婆说都是亲人，借点钱没什么。堂姐回老家的时候提起来，她也有面子。我不愿意总是借钱出去，但架不住岳父和老婆每次都被洗脑，我一说什么，他俩就鼻子不是鼻子，脸不是脸的。疫情的阴云久聚不散，公司准备大幅度裁员，我也在名单之中。我才回家，就看见陈宁和她老公曹虎坐在沙发上。妹夫回来了。陈宁直接凑了过来，就差扎在我的怀里。正好我有事想跟你说，你姐夫最近想创业，差了点启动资金。我退后一步，面无表情地说：姐，我是真没钱，公司都要裁员了，我未来有没有收入都不一定了。你们要是方便的话，就把之前的钱也还一下吧。你怎么说话的？还有点亲情吗？岳父直接就脸色阴沉地站起来。二叔，你也别这么说妹夫。陈宁摆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。妹夫，我是真没办法了，你们拆了迁就是富翁了，这点钱就是毛毛雨。我刚要拒绝，就听见老婆说这点钱确实不算啥，问要多少。不多不多，10、20万就行。陈宁伸出一根手指，想了想，又伸出2根。卧槽，20万还没还，又借20万。一提拆迁，就像拿住了我老婆的死穴，好像1000万的拆迁款已经到账一样。这个败家娘们，再这么借下去，我们自己家吃饭都揭不开锅了。但是看见岳父阴沉的脸色，话到了嗓子眼，我怎么都说不出来。岳父一直就是个老好人，又是比较传统的性子，他身体一天不如一天，我是真不想惹他生气。算了，堂姐，这真的是最后一次了，我们帮你，请你也体谅一下我们吧。我打电话给朋友借钱，晚上钱转给你。我尽量保持着语调的平稳，开始逐一打电话借钱。陈宁又拉着我岳父说好话，说的我岳父眉开眼笑的，这才离开。他又没说什么时候还，利息那更是别提了。我越想心里越怕，对老婆说要不要让他们打个借条。可我老婆说这么亲的关系，打断骨头都连着筋，写什么借条？我看到岳父高兴的神色，也只能把所有的担心都咽进了肚子里。岳父在我最困难的时候，毫不嫌弃地把宝贝女儿嫁给了我，他是我最尊重的人。好在我平日信誉佳，很快就借到了20万。晚上陈宁打电话给我，特意让我直接打到她老公合伙人账户上。我还有些不解，但也没多想，直接把借来的20万打了过去。只要岳父高兴，家里和和美美的，我也不强求什么了。可我终究还是低估了人心的险恶。那原本近在眼前的房子离我越来越远了。中介打电话给我，说我看中的那套房子已经卖掉了，更是让我黯然神伤。我很中意那套房子，我很喜欢那套房子，可现在漂漂亮亮的它如梦一般破碎了。我是农村出身的孩子，在这2线城市拼死拼活，就是想要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。怎么就这么难？房子的梦破碎，我的工作也遭到了危机。这年头，旅游越来越难搞了，我的工资直接缩水了一半，很有可能被裁员。我心急如焚。我跟了上司10年，他一直对我很好，上司很想帮我留下，他给我介绍了一个有实力的客户。这单你一定要用心啊，做不成就只能被裁员了。我不能被裁，我是家庭的支柱，老婆、岳父还要靠我养。天还没亮的时候，我就爬起来了，准备开车去机场接那位客户。才下楼，就看见陈宁和曹虎站在我的车子旁。我随口打了声招呼，就准备上车。结果陈宁直接把住了车门，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。妹夫，我跟你说点事。陈宁声音越来越小，我能不能再管你借点钱，到时候我一起还你？因为岳父和老婆都不在，我再也没给他们面子，前几次借的，我也不着急让你还，但你们不能给我当提款机吧？做人不能太贪得无厌。妹夫，我求你了。陈宁双手合十。曹虎同样是在旁边苦苦哀求，但我心底没有一分怜悯。姐，
我是真的有事，你先让我走行吗？我扫了一眼手表，客户应该是已经下飞机了。我电话铃声也响了起来，正是客户的电话号码。我是真的没钱，我工作这些年攒下的钱全都借给你们了。那天我是当着你们的面打电话给别人借钱的，为了你们，我欠了20万。我一边说着，一边就要接电话，可陈宁一把抢过了我的手机，直接就把电话给挂断，然后焦急地叫着：“妹夫，你有什么事先往后拖一拖，我要不是没办法了，不会求到你这来的。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，你们还要不要脸？把手机还给我，现在消失！”我瞪大了眼睛，我工作的全部希望都在这位大客户身上，迟到不接电话，这下单子肯定告吹了。你们有手有脚的，就不能去想办法赚钱吗？我可以帮你们1次2次，也不能次次都帮吧？好借好还，再借不难。你们就是吸血虫，我有多少钱够你们吸的？我再也不想忍受下去。没想到这一下还把陈宁给搞火了。妹夫，你这话就没意思了吧？大家都是亲戚，是一家人。陈宁双手掐腰，提高音调：“你不帮就不帮，冷嘲热讽的有意思吗？现在混得好了，就瞧不起我们这帮穷亲戚了呗？你问问你老婆小的时候，我爸爸对她有多好？我二叔年轻的时候做买卖，也是我爸爸忙前忙后，做人得有良心。现在我爸死了，你们就生米恩，斗米仇吗？关我什么事？你别道德绑架我！”我急急忙忙的就想要离开，要是让周围邻居看见他撒泼打滚的场面，我可就丢大人了。怎么，不好意思了？陈宁冷笑一声：“没什么脸小的，就让你这帮邻居们看看，你是有多铁石心肠。亲堂姐都走投无路了，你竟然还在这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。这人呐，不管混成什么样，良心都不能让狗给吃了。”他声音越来越大，横眉竖眼。曹虎也是摆出一副泼皮无赖的架势。周围聚的人越来越多，大家都指指点点的。我面红耳赤，一咬牙，直接就推了陈宁一把，没管他摔在地上，开车扬长而去。到机场的时候，客户已经等半天了，人家嘴上没表达不满，但是脸色阴沉的都快能滴出水来。最终合作没能达成，客户对我上司说：“我连基本的时间观念都没有，还做什么生意？”我上司勃然大怒，失望之下，他气得将资料都扔到了我脸上。我憋屈的连一句话都说不出。下午，公司就通知我被裁了。我很痛苦，为什么我这么努力，生活还是一塌糊涂？我甚至不敢和我老婆说，我更怕岳父知道气坏了身体。下了班，我买了点啤酒和海鲜，准备借酒消愁。打开家门，发现老婆和岳父都不在。陈宁倒是鬼鬼祟祟地翻着我岳父的抽屉。“你怎么来了？”我奇怪地问。我心里很不爽，但我不想在家里和他吵。他连声说没找什么，然后躲了起来。可没想，一转头便看到陈宁换了身衣服，诱惑无比地躺在沙发上。她只穿了一件黑色的蕾丝短裙，大片雪白的肌肤都露在外面，2条腿笔直修长。我轻咳2声，示意她穿上点衣服。没想到陈宁没有遮挡的意思，反倒是拽住了我的手，凑到了我的耳边，低声呢喃：“妹夫，我都等你好久了，我特意把我妹和二叔全都给支走了。姐，你有事说事。”香风扑鼻，我咬了一下舌尖，连连摆手：“没什么事，就还是之前我跟你说的，我是真的着急用钱。”陈宁的手指在我胸口轻轻滑动，声音轻柔：“姐是真的想不出任何办法了，现在我只能把希望放在你身上，你要是帮我，我可以做任何事情。”略显挑逗性的话语让我两边的脸颊都变得滚烫。我不需要太多，随便给个几万就行，只要你点点头，姐今天晚上就可以不回家。陈宁特意将海鲜和啤酒全都摆在餐桌上，勾了勾手指：“来，姐陪你喝点。”不了，我赶紧摇了摇头。不得不说，这个时候的陈宁透着一抹猫似的慵懒气息，确实是个我见犹怜的尤物。
可我是不吃这一套的，他就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老虎。妹夫，你别逼我。陈宁眸中闪过一抹狠辣。神经病！我转身就要出去，孤男寡女的，我得避避嫌。与此同时，一阵开锁的声音传来，我老婆和岳父从外面走进来，我才松了口气。可是下一秒，陈宁就在俩人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直接就扑进了我的怀里，哭声越来越大。妹夫，姐答应你，姐什么都答应你，只要你借钱给我，姐就陪你。委屈巴巴的模样，是个人就会生出恻隐之心。岳父和老婆全都是刚刚进屋，看见他搂着我的画面，全都惊愕地张大了嘴巴。尤其是我老婆，一下子便眼圈通红。她不敢相信我背着她，你们听我解释，不是你们想的那样，误会了。我顿时慌了。陈宁明显是提前就计划好的，看见我老婆的表情，他更来劲了。他一副害怕东窗事发的模样，退到了墙角。二叔、妹妹，你们怎么突然回来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岳父气得吹胡子瞪眼睛。二叔，你别怪我妹夫，他可能也是酒后一时冲动。陈宁哭泣道：我真的没法拒绝，是我对不起你们。上次他答应借我的钱没给，他说要我陪他，他才借，要不然就要我还钱，还要加上利息。他哭诉着，梨花带雨。老婆不可思议地质问我：你连这种事都做得出来？岳父也拽着我的衣服领子，扯着嗓门低吼：小兔崽子，你是疯了是不是？这可是你老婆的堂姐。我说放屁，我上次钱打到你朋友支付宝了，哪有我借钱让你打到别人账户的道理？妹夫你不借就算了，不要污蔑我。陈宁倒打一耙，电话里给我一个支付宝账户，说是她老公合伙人，合着在这等着我，翻脸不认账。我还没有电话录音证明，我急得大叫，但现在根本解释不清。老婆什么都没说，重重地把门给摔上，跑了出去。我知道她满心的失望，这个时候不管我怎么解释，她可能都不会相信。站在岳父的背后，陈宁冷笑一声：我真想拿刀砍死他。叔，你也别怪妹夫，毕竟是个血气方刚的男人。哎，村里人都说妹夫是个金龟婿，没想到如果村里人知道他这样对我……陈宁阴阳怪气地说着，让我岳父脸上阴沉的都快滴出水来。他一生都好脸面，从来都没丢过这样的人。小宁啊，那20万我给你，这不成器的东西，毕竟是你妹的老公，就别宣扬出去了。岳父颤颤巍巍地拿出他的棺材本，全给了陈宁。我气得浑身颤抖。我站家中，却有种全世界都背离我的错觉。明明我好心好意借钱，明明我一直顺应着岳父一家，怎么到最后我在谁那边都没落到好？陈宁没有半分感谢，还特意想出这个办法来陷害我，又坑了我家20万。陈宁拿着钱走了，还一脸委屈的让岳父原谅我。岳父看着我，满脸的失望。他指着我，颤抖的手抖个不停，刚想说话，却是突然捂着自己的心脏，瘫软了下去。我吓得魂飞魄散，连忙扶着他，然后打了120。医院里，岳父被送进了急救室。原本他就有心脏病，这一激动，被我气走的妻子赶到急救室外。啪！老婆她狠狠给了我一巴掌。都是你害的，如果不是你，我爸爸根本不会进急救室。老婆撕心裂肺地哭着，不停地打我。我虽然是被诬陷、被算计，但这一切也确实是因我而起，心里愧疚无比。我任由伤心的妻子打骂着：别吵了，你们快去交钱吧，病人手术完了也得进 ICU。 护士递过来一叠纸，要我老婆签字。第1张就是病危通知书。快去存5万。看着病危通知书，老婆也没心思怪我了，连忙说着5万。我浑身都是一凉。现在我哪有钱？我都借给你姐了。你爸为了刚才那事，把棺材本都借给了陈宁。我低着头，嗫嚅吐出几个字：你找别人先借一下呀。老婆急得不行。可不久前我才借了20万，哪还有人肯借给我？最终我还是得找陈宁。姐，
我岳父要做手术，现在着急用钱交手术费，你能不能先还我点钱？之前你借的那些钱，我不用你都还，就帮我把手术的费用给补齐就行了。我打着他的电话，结果电话全部被挂。刚借了钱就翻脸不接电话了吗？我忍不下这口气，疯了一般冲到陈宁家。他家地方偏僻，挺不好找。可刚到他家门口，就听到里面吆五喝六的声音：“金花，金花，曹，老子踢金花都输了！哈哈哈，你这3个头也赶上，他明显有金花。这把陈宁你输5000，小三子4000，大六儿5000。”闹哄哄的声音听在我的耳朵里。他们在赌博，一把牌就好几千，赌得这么大，妈的，手气太差了。一晚上输了7、8万，老公你来几把？这时候，一个我死都不会忘的声音响起，让我怒发冲冠。陈宁借了我那么多钱不还，一晚上赌博就输掉7、8万，这特么都是我的血汗钱，是我岳父治病的钱。我脑袋里的火嗡一下便点着了，上前就疯狂敲门。谁呀？陈宁问。是我，姐，我压着怒火问着。陈宁打开门，里面乌烟瘴气的，几十个赌徒围着好几张桌子，她老公曹虎也在里面。桌子上堆得如同小山一般的钱。你来做什么？陈宁很是不爽。姐，爸在医院快不行了，需要5万块手术费。您行行好，还我一点，我着急救咱爸。我低三下四，苦苦哀求。没有。陈宁先是面色一喜，然后脸色转冷，扔下2个字，直接关门。变脸比翻书还快。我满眼的错愕之色。听到他二叔病重，他竟然面露喜色，难道他是巴不得岳父死吗？我真不敢相信面前的陈宁，跟之前借钱的时候口口声声说大家是一家人，有事就互相帮衬的堂姐是一个人。我一把把门顶住，脸色都有些狰狞了。你在这一晚上就输7、8万，还钱倒没有，赌赢了就有，赌输了哪有？你不也听到了我输了7、8万吗？真特么的晦气，快滚，等老娘有了钱再还你。陈宁用力关门。我岳父现在病重，我只是要你拿回借我的钱。我气得声音都嘶哑了，对着他咆哮。大家是亲戚，我才借钱给你，没想到你拿我的钱在这赌博。你对得起我，对得起我岳父吗？我气得大骂，推了他几把，陈宁顺势摔在地上。曹虎看了带着几个赌友，不分青红皂白上来就对我猛揍。我很快被打倒在地，数不清的拳头和皮鞋朝着我狂打狂踢。曹虎一脚猛踢在我下巴上，我直接便晕了过去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才悠悠醒转，就听到陈宁和曹虎调笑：“这小子就是个贱种，看不出我们借钱都是计划吗？吃干他，再吃干二叔。呵呵，这家伙生不出孩子，我陈家的资产不给我儿子给谁？我儿子也姓陈，就是要一步一步榨干他们家，哪能便宜了这小子一个外人？二叔果真被气到了，快死吧老东西！他车祸害死了我爸，这是他们家欠我的，以后不能在家赌了。这小子知道地方，得重找个地方开赌。”这是陈宁趾高气昂的声音。我头疼欲裂，心里却越来越冷。全都是陈宁谋划好的，他故意勾引我，就是要气死岳父，他要吃绝户。我装昏被扔出了他家，艰难地爬了起来，一脚高一脚浅地离开。钱是要不回来了，鼻青脸肿的我还得想办法找别人借。岳父还在急救室，好不容易我才借到了4万块，心想着赶紧存进去，却没想到急救室的灯灭了，主刀医生走了出来。我们尽力了，短短的一句话，让老婆双腿一软坐在地上。她失魂落魄地看着我，满脸的眼泪。离婚，我跪在手术室的门前，哭得泣不成声。岳父对我如同亲生儿子一般。当初我出身乡村，又穷困潦倒，但他丝毫不介意，在无数亲戚的反对声中，坚持把宝贝女儿嫁给了我。他说相信我一定可以给他女儿最好的未来。
并且时不时地帮衬着我，让我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候。可当日子越过越红火的时候，吃人不吐骨头的亲戚一个个的围了过来，特别是陈宁，这个日日夜夜将亲情二字挂在嘴边的女人，到头来却是白眼狼。要不是因为她赌博赖账，可能我岳父还有抢救的机会。我这辈子都没办法原谅他。如果说之前的种种行为只是叫我厌恶，但岳父的死让我内心升起了无限恨意。我要扳倒他，可没想到陈宁比我想象的还要恐怖。岳父这个人最好面子，老婆说必须要让岳父风风光光的走。老婆说等岳父下葬后再和我离婚。我什么都没说，只想等葬礼结束好好和老婆解释。陈宁的丑恶行为，现在这当口说他也不会信。出殡那天，岳父的村里人都来了，他是个好人，村里人都得过他的恩惠。我父母也来了，要送亲家最后一程。陈宁和曹虎也来了，磕了几个头，陈宁便对所有人说：“今儿大家都在我二叔的灵前，咱们先把事说清楚吧。”他拿出一份合同，是我岳父转让郊区小厂子股份的合同，上面没有签名，但有小厂子的公章。二叔去世前一天，私下给了我一份合同，他说当年和我爸一起出了车祸，我爸死了，他觉得亏欠我，要把厂子的股份给我一半，这是他签的合同，盖了公章的。等以后拆迁了，我也有权得一半钱。陈宁假装悲伤地说着，我满头的血都往脑门上冲，得寸进尺，欺负老实人。我岳父明明说这厂子都留给我老婆，怎么会给一半给你？这合同是你伪造的。我大声说着，突然想到他勾引我的那天，在我岳父的房间里翻找着东西，他一定是在找公章。妈的，一石二鸟！陈宁冷笑一声，拿出手机播放视频，拍摄的角度很远，只看见我推搡着陈宁，气势汹汹的。我一看就知道，那是我看到陈宁赌博，问他要钱的那次。明面上答应二叔借钱给我，暗地里却以此要挟我陪你上床，甚至想要强迫我。还好二叔妹妹回来的早，才没让你得逞。本来我看在二叔的面子上息事宁人，没想到你还不死心，老是纠缠我，还跑到我家想打我。指着视频，陈宁声泪俱下，九假一真，先把水搅浑，然后伪造证据攻击我私德。在农村，任你再有理，私德不行，说什么都是错。只要把我搞臭，离了婚，我老婆还不随便他捏扁搓圆，最毒妇人心。村子里来吊唁的乡亲们都极为鄙视地看着我，个个都没了好脸色。他们都是淳朴之人，现在被陈宁误导，全都对我大骂了起来。他们骂我是白眼狼，骂我猪狗不如。面对指责，我真是有100张嘴都说不清楚。我爸气得直接打了我一巴掌，拉着我妈走了。临走时，我爸还叫着再也不认我这个儿子。我老婆哭得眼泪汪汪，扑在陈宁的怀里，说等葬礼结束就和我离婚。一时间，我如坠冰窟，我被万夫所指。天空忽然下起大雨，我和陈宁已经仇深似海，前前后后借了我几十万，1分钱不还，我的名誉全被他破坏。我岳父遗留的拆迁款眼看要被他霸占，这世上不是他死就是我亡。我去找了一个人，这人叫孙毅，是我的老同学。高中毕业以后，我们一直都有联系。前些日子需要借钱的时候，我第一个找的也是他。他现在是警察。我老婆的堂姐还有她老公曹虎带着一伙人经常聚众赌博，我一见孙毅就直接举报。赌博？曹虎？呵呵，我们注意他挺长时间了。原来他们的队伍很早之前就注意到了曹虎的团伙，这帮人公然开设赌局，放高利贷，简直就是不把律法放在眼里。偏偏对方聪明得很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。每次就在要搜集到线索的时候，以为能收网的时候，曹虎他们就会人去楼空。我听说下个星期他们要举办一次大型的活动，邀请手下所有的大客户过去玩。要是能查清楚他们的具体位置，
我就能来一个人赃并获。听着孙毅的话，我心里逐渐有了计划。不管陈宁、曹虎，全都在我的报复名单当中。我要让他们一个个的体验到我曾经的绝望，而且是10倍、100倍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在陈宁的住处等候。没过多长时间，我就看到了陈宁从小区里走出来。姐，这呢？我热情地打了声招呼。你纠缠了我半天了，有屁快放，没事就滚。陈宁态度恶劣。我露出谄媚的笑容。姐，其实您不知道，我也挺喜欢打牌的。前些日子我偷偷拿了公司的钱，现在都填不上账了。姐，我不想坐牢，麻烦您指条路，我借点钱周转下，当然给利息的。您帮我这回，等填了这个账，我公司有好几百万在我手里过。陈宁一听这话，眼珠子一转，顿时嘲讽道：“在哪玩的？让人签了吧？”我报了个孙毅告诉我的地方，是个刚被打掉的地下赌场。陈宁听到那地方，一下子就信了。只有极为资深的赌徒才知道那地方，玩都不知道找地方，早说呀！到我这玩绝对安全公平。他说着，眼神直往我身上飘。姐，我着急填账，你看。我尴尬地挠了挠头。赌徒之间明显关系更近，陈宁明显动了心。陈宁暗示我说他认识几个大哥，很喜欢玩，出手很阔气。你想借钱，我倒是有个办法。你老婆倒是有点姿色，真要是送去，肯定有不少大哥愿意放高利贷给你。听见这话，我故意露出一副大惊失色的模样。我沉默了片刻，最终咬牙出声。反正他也要和我离婚，就听您的。你不心疼吗？陈宁还有些狐疑我的转变。我装作当场就炸锅的样子，瞠目列字。我说这些年我为这个家付出了这么多，得到了什么？我伺候我那死鬼岳父5、6年，毛都没留给我。我做牛做马到最后，老婆还是恶心我，让我滚。我是看透了，这个世界什么亲情、爱情都是假的。只有钱才是真的，还是像姐这样潇洒过一辈子才是对的。这番扭曲恶心的三观终于打消了陈宁的狐疑。当天晚上，陈宁就给我打来了电话：“妹夫，我给你联络完了，曹虎会带你去新赌场，他会借钱给你。”我连连感谢。放下电话，我脸色冰冷，呵呵，我以自己为诱饵，让陈宁的贪婪自己发酵。陈宁借我2、3万，回头他做蛇头，用我老婆赚个5、6万。回头这对贱人再引诱我赌，做局让我狂输，最后借我高利贷套住我。利滚利后，拿着我资不抵债的借条，找我老婆要债。一句婚内债务，逼我老婆拿厂子剩下的50%抵债，彻底把我家吃成绝户。此刻，他们应该想得很美好。千万级别的拆迁费即将落入他们的口袋，尽情做梦吧。星期一，我早早地从床上爬起来，换上一身干净整洁的西装。我被人蒙着眼睛，带上一辆车，跑了半天才跑到一栋别墅外。一路上我都看不到外面，连在哪里都分不清。我看到了曹虎，曹虎乐呵呵地说着：“我现在把钱转给你，晚上你联系陈宁。他会给你送一瓶神仙水，找机会放在你老婆喝的水杯里，给我打电话就行。”他把钱给我转过来，少了3000。果然和我想的一样，待会儿他们就要诱惑我赌了。我盯着手机屏幕上的数字，不肯走。我说：“怎么还差3000？怎么？嫌少？3000是利息钱，规矩懂不懂？要不是你老婆，要收你6000。”曹虎皱起眉头，呵斥道。我纠结了好久，深吸一口气：“好吧，姐夫，反正还差2000，我有些不甘心，想扳本呢。”曹虎挑了挑眉：“哈哈，那你可来对地方了，拿着钱进去捞2把，单车变摩托。你再惨，无非也就是现在这样，不如搏一搏。”不知道有多少走投无路的人被他蛊惑，在赌博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。在曹虎的带领下，我走了进去，顺着楼梯走下去，7绕8绕了好久。打开暗门，一股烟酒味扑鼻而来，给我呛得咳嗽好几声。这新赌场够隐蔽的，
里面足有上百人聚赌，10几张台子。我装模作样的玩着，等地下赌场的马仔都没有注意到我的时候，我这才暗暗掏出手机。原本想和孙毅共享位置，却没想到手机完全没信号，这里信号被屏蔽了。我换着牌桌，四下寻找着能接收到信号的地方。有个马仔开始注意到不停走动的我，吓得我连忙在牌桌上玩了10几把牌，装着赌红了眼的模样。他才收回了狠辣的眼神。这开赌场的都是些亡命徒，要是知道我在搞鬼，肯定是让我吃不了兜着走，横死当场也有可能。我的心扑通扑通的跳，借着抽烟，站在唯一一扇窗户下，偷偷又看了看手机，还是没有信号。我心急如焚，手中的筹码都输出去一半了，我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。看着赌得热火朝天的赌客们，我忽然想到厕所还没去试试。可让我失望的是，男厕依然没有信号。看了看一边的女厕，又看到现在好像没有人注意到我，我一个闪身便进了女厕。说实话，这里女赌客也不少。躲在最里面一间，我惊喜地发现这里还有半扇窗户。打开手机，从窗户中拼命将手伸出去，锈迹斑斑的铁栅栏将我的皮肉都磨出血印。手机有信号了，虽然只有微弱的一格，但也足够了。我飞快地把位置发给孙毅。当我刚把手机从窗户中缩回来时，我这间厕所的门被人一脚踢开。曹虎带着人在外面冷冷地看着我：“小子，你在这做什么？你手机里有什么？拿给我看看。”一个马仔凶神恶煞地扑上来，抢走了我的手机。要是让我发现你在搞鬼，老子会割了你的脚筋！曹虎威胁着，查看我的手机。我的心一瞬间便提到了嗓子眼。他的马仔亮出了刀子，整个空间仿佛窒息。曹，这癖好还挺特殊。曹虎翻遍了我的手机，找到我偷拍的几张女赌客上厕所的照片，一群马仔都笑了起来。曹虎把手机扔给我，示意我回去。我点头哈腰的回去，在赌桌上继续赌着。原本我只是为了完成任务来这赌，现在任务完成，我急于走人，把把都是全部筹码押上。没想到的是，我竟然如同赌神附体，连赢了10几把。我面前的钱10几把之后竟然膨胀到了100多万，我借出去的钱全部回来了。曹虎在一边嫉妒的眼珠子冒血。拿了钱，我飞快走人。曹虎还问我怎么不多玩玩，我哪敢多玩。刚走出别墅，打上车，开出没几百米，就看到一队接一队的警车向那座别墅冲去。上百警察把那围得水泄不通，带头的正是孙毅。别墅里炸了窝一般，不少赌徒疯了一般向外冲，但很快被警察按在地上。确认曹虎他们都被押送进了警车，我才松了口气。这只是第一步而已。陈宁还来不及和曹虎通气，我还有时间整治他。我掏出了手机，挨个联系老婆的家里人，邀请他们一起到我预定的酒店共进晚餐。最后一个联系的就是陈宁，不过我告诉陈宁的时间比其余人得知的时间提前了一些。夜幕降临，我一个人坐在包间，品尝着手里的热茶。又把我叫到这来干什么？我每天很忙的，哪有时间陪你吃饭？陈宁推开了门，不耐烦地问。他一直在摆弄手机，看上去很烦躁，应该是联系不到曹虎了。也许是察觉到了我似笑非笑的表情，陈宁有点反应过来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跟我玩套路？姐，我刚赌博输了80万，你帮我恢复清白，让他别急着离婚，行不？我就指望着岳父的拆迁费能分我点，离早了，我可1毛钱捞不到啊！我焦躁不安的出声。陈宁听到我又输了钱，以为计划一切顺利，脸上的焦躁一扫而空，趾高气昂地嘲笑我，问我是不是傻。他说我借的高利贷是利滚利，拆迁还要几个月，到时候那50%的拆迁款够不够还要另说。而且替你证明清白，我自己打自己脸吗？就在他说话的同时，我听见了来自门外的脚步声。顿时我冷笑一声，你如果不帮我，
我就让你还钱。我已经找了律师，如果你再不还钱的话，法院自然会联系你。你是不是忘记了？你想强迫我？没我的话，这辈子你都解释不清楚。”陈宁怒斥一声：“你不怕我告你强迫我，让你坐牢吗？呵呵，你要的无非是你老婆的钱，你不怕在你老婆面前永远洗不清？上次我勾引你的时候，时间、节奏我把握得天衣无缝，你老婆不可能相信你。”陈宁轻蔑地笑出了声。我玩味地问：“现在承认是你主动勾引我的了？”陈宁倒是理直气壮地叫嚣：“只要我不说，谁能知道？说到底，我跟我小妹才是一个姓氏，是真正的一家人。你知道你跟你小妹是一家人，还把她往火坑里推。”听见这话的时候，我拍案而起，怒目而视。陈宁冷笑道：“什么家人不家人的，哪里有钱来的重要？不妨告诉你，小妹是我推入火坑的，二叔病逝也是我故意设局气的，合同也是我造假的，你个烂赌鬼能怎么样？再说了，我小妹生的一张漂亮脸蛋，给那些男人享用享用怎么了？你能解决问题，我能赚钱，皆大欢喜。反正被下了神仙水的人，醒过来以后什么都不知道。”话还没说完，包房的大门就被推开。我老婆和陈宁在老家的亲戚们全都站在外面，一脸错愕的神情。虽然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但是从陈宁刚刚的话里，还是能听出来几分端倪。陈宁瞪大了眼睛，提高音调：“你故意坑我？姐，用你的话说，这次的时间和节奏我把握得刚刚好。”我打了个响指，背后的投影屏幕上就开始播放起来了我们刚刚对话的画面。陈宁的话一字不落地被播放出来：“实话告诉你，我没输钱，曹虎也被警察抓了，你的如意算盘落空了。”我老婆盯着陈宁，一句话都没说。家里的亲戚们也都在窃窃私语，看向他的眼神也是充满了鄙夷。“姐，我给过你机会，是你自己不珍惜。你口口声声说亲情最重要，结果却为了钱，不惜把你妹妹送到别人的床上，你还算个人吗？”陈宁完全慌了神：“你放屁！我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想法？还想狡辩？要不你把包打开，让家里人都看看，是不是有瓶你们所谓的神仙水？”我摇了摇头：“你还想怎么说？”长辈们都说陈宁败坏家风，从此以后要把他逐出陈家。他算是真正的身败名裂了。一场判决下来，陈宁欠债不还，非法伪造合同，不仅成了老赖，还坐了牢。陈宁的房子被强制收走，用于还款。岳父的旧厂子股权也过渡给了我老婆。曹虎参赌、聚赌，起码牢底坐个7、8年。没有了陈宁一家子的叨扰，日子又恢复了平静。总有些亲戚如同恶虎一般可怕，他们会吃人，必要的时候一定要拿出法律武器保护自己，绝不心软。